发量不错，但是呢，他之前这个头发有漂过很多种颜色，所以现在做了一个深色。发际线也不错。其实他的本意是想要一个还是女生气一点，不是那种中性的帅。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，发量是 OK 的，头型弧度也还可以，还不错，就是头有点宽，然后发际线这里呢，我觉得都很好，补贴度都不错。看一下后头围其实维度会比较宽，这个宽度会比较宽。在这个头型上，其实我们可以表现一款很生活的一个短发。侧面我会根据它的头型来进行考量一个设计，只要把它底线收得自然，然后头型的弧度收好，边缘的轮廓走个自然的线就可以了，一个表达流向的生活的一个短发。拳头我以这个刘海这里为最长为基准，顺着这个边缘削一个非常圆润的轮廓。到后区这里的时候，因为这里的发际线比较低，我的角度会提升，那我想表现只是一个圆润比较自然的一个轮廓，旁边可以挂耳的一个生活短发。那在这一期里面分享都是关于不同的裁剪方法，有结构质感的，有错层的，也有前后对比的。这一款是以生活类的为主。在往期我们都剪过这些靠剪刀剪出来的，所以这次呢，我可以用削刀来去给大家演示一款。这里的长度呢，我不去动它，顺着这里来就可以了。它的发质其实不好，所以呢，在裁剪的时候呢，如果是纯剪刀剪完之后，这里会比较糙，还要再用牙剪去打，那我就省去了这些步骤，所以呢，直接用这个工具去做。这样去看，先把这个轮廓做好，做完了之后，轮廓做完之后，我们还可以去选择在边角的地方做去除和做柔和都可以。比如说我这里剪完之后，我到整个结构剪完之后，我把刘海分出来，把边角这里的单独去做一个，也是可以的啊。这里都是比较圆润自然的轮廓。后区这里呢，根据这里的长度，它的发际线是比较服帖的，所以我不考虑往前去剪，直接削下来就可以了。在划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就是在剪这个轮廓的时候，这里要保留一定的长度作为一个柔和这个点，而不是剪得很短很生硬。那在这个侧部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呢稍微这样画 C 型去掉它的亮，后面以精致为主就可以了，去掉这个转角的亮，相当于划剪断的方式。最后面的角度我们可以高一点点，再去去除这里的亮，得到一个比较碎尾的感觉。这样在侧面去看的时候，不要完全去做连接。当你完全去做连接的时候，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圆的轮廓了，不需要那样子，整个是一个碎发的碎尾。那这一层我就觉得 OK 了。这里一样，随着头型向后画。那这些都是基本剪圆的一个分区方式。我们先把刘海的长度定出来，这里保留它的长度。定好之后，这里就不管它了，我们以斜的向后划分的方式来去分配，那是有一点点层次的提拉，一直顺着这里来。因为它的发质不是特别好，我要有一点点长度。如果这个长度不够的时候呢，头发出来就会比较硬。这里都是以圆的向后去作为削发，一样的角度。
出来之后是比较自然，不用刻意去留这个角。顺着这里来，继续。你要是担心，作为设计师要担心啊，划完之后它的质感不够那么好，那你可以用剪刀一层一层剪，但这一款头发不是以表现以结构为主。每一层的刘海都是先定长度，定完长度之后呢，我们就不用管它，把刘海划到一边去，再去侧分啊，根据里面的长度去剪它。那最后这里呢，其实我可以通过点剪也好，我还是把边角单独去划一个比较短的边角也好，其实都可以这样处理。先把这个外轮廓做好，先顺着这里来。削刀的好处是可以把切口做得很柔，同时呢，在这个发质之上可以快速的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再顺着这里，越往上可以角度越低，这表面呢我们是用剪刀来去收它的层次的。这里一样，每一层都是同样的方法。一直顺着这里，它越往上的时候，这里的发质呢其实越差，所以它一碰就会断。同样的啊，这里只是定一个轮廓。上面的长度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下面提拉做一个延伸。整个头要柔和，光靠削刀它只会把边缘做柔，因为染过很浅的颜色和已经漂过很多次的头发，它上面的韧度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角度画低，周边得到柔和了之后，我们可以用剪刀在上面去整个头顶的层次开始去做。这个侧面已经好了，如果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头发，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是很活的，可是大家可以看得到这头发上面是比较僵的，所以上面这里呢要通过提拉一层一层的把层次做匀，同时这个边角还可以选择短和长啊，根据刘海这里的长度定住，然后往后去走。因为它刘海比较长，我想保留它这个刘海最长的部位，所以呢周边这里也会偏长一点。我说了边角可以之后呢单独去设定，其实都 OK 啊。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们把刘海留出来，这里开始斜的往后去划分一点，出来一个微微斜的向后的一个流向，两侧这里都一样，不需要连接的很圆啊，这里不需要连接的很圆，只要周边的轮廓柔和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把底线刮一下，这里呢我们要梳出来，画 C 型，画 C 型，去掉这里的亮，得到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碎尾，这样就 OK 了。继续随头缘去划分，先根据这里刘海的长度划完之后，把刘海往后梳，再以最长的去延长这里，再把刘海梳走，
侧边这里开始我们斜的这样去提拉发片，这样削出来之后不会是平的去刮，整个都会很快速得到一个结果。侧面这里也一样，当我们在侧面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提升一下我们层次，否则这里会变得堆积特别重。继续，长度定好之后，从侧面这里开始斜线画风。只要在用这个工具的时候，我们划分的这个，在剪这些去短的时候，这个削刀不是平着去刮啊，都不会把这个表面做得太毛躁，斜着去短为主，平的是以厚薄为主。而这些已经是漂过很多次的头发，头发本身的发质就会比较绵，所以在剪的时候呢，快速的这样斜的去短。方法都一样啊。削刀做完之后，用剪刀一层层去来做点剪，去检查和过渡，它出来也是一样很有质感的。只是当我们在剪结构的时候，你的控制力不够强的时候，容易出现一个错误。剪结构的时候，剪刀都剪不出很好的时候，再用削刀去做，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因为你控制不了重心。然后呢，表现这个头发在裁剪的过渡的时候，长短比例控制不好，可能还不如你剪刀剪得好。只要能在短发控制我们基本的形体的时候呢，其实只是换个工具而已，其他只是让我们的结果变得更快更高效。这一削完之后，其实这里都很好了，边角都单独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到了最上面这一层，不需要有太多，直接去短它，顺着往后，这里可以低角度去提拉，因为表面是用剪刀会剪的。最后左右交叉的地方，我们在既往左拉，也要往右拉，这时候落点是比较低的，因为剪完之后呢，后面都是偏圆的一个柔的这种固体的形状。再去把底线厚薄调整一下，剩下的就是用剪刀来去做这个头的部分了。湿发的时候，我们得到一个快速定长度，这个柔和的轮廓。这时候我们用剪刀只需要把层次的幅度往上提升一下，把这里的交叉去做的时候，把切口检查一下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非常自然。顶上这里开始，以我们的刘海这里的长度，去掉这里的重量，逐渐随头型去提拉，把最尖锐的去掉，这样就可以我们头顶带来一定的动感层次。同时并不是也在这里剪一个去除的结构，是在本有的长度之上，把我们这里的尖锐的角去掉。那越到旁边基本上越去不到了。到了旁边之后，我们就选择侧面就开始。到侧面
根据我们所削的这个长度，底线和我们剪刀剪之间，把它特别碎的检查一下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是用这个削刀削的外轮廓，我们用剪刀来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切口，这样可以保证头发的一个质感。顺着这里来，首先你要保证削刀削完之后，所有的切口的长度是接近的。边角的区域呢，我们可以单独拉起来去剪。这时候这里非常柔和，顺着这里来，一直跟着这头型走，连接到我们最顶上这个长度。那这样就不会这里有硬的痕迹了，也不会觉得这里的层次过低。那整个顶部这里都是连接的。底下的区域我们不用管它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从顶部一直剪到我们的枕骨点这里，做个过渡连接。整个后脑勺的步骤都一样，从上往下。发质好的，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步骤了。这样剪完之后，我们这里的质感都会很好。吹干只要把顶上做些点剪就可以了。这边的顶上我们还是一样的方法去检查就可以了。就任何工具其实我们都可以结合一起来用，只要在判断我们的发质还有我们想要的结果，可以提高我们的速度和效率。在于顶上这个头发我们往旁边去分配，去掉旁边、侧面以及后侧这个重量就可以了。顺着这里来，检查切口。如果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发质，我这一步可以不用做。一直顺着往后，继续。那本身所裁剪的时候，就是以单一的层次、圆形堆积层次剪我们的周边，所以上面这里呢，只需要做一个圆形随头型的一个角度提拉就可以了。这样让我们的表面切口变得更柔和，以及把表面用削刀削的这个长度固定的地方过渡的更自然，在结构部分就 OK 了。那么在底下用削刀削，上面用剪刀剪完之后，这里的柔和度就会层次提上去，那这里变得会更通透和细腻。但是吹干了之后，边角并不一定，所以我刚刚说了，我们把边角的区域呢可以单独去做一下，跟用剪刀做去除的道理是一样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削刀的切口会比较自然，所以在我们选择的时候，把这里呢稍微再去斜一点点，让我们这里变得更细腻，这样变得更细腻。单独去做这个区域啊，从我们的退化点这里开始，斜的往后分，只在这个区域去做，后面不用管，其他地方已经做得很均匀了。
修它的长度，慢慢的往下，比较自然。逐渐这样呢，我们的边角就会很自然很柔和。直到上面头发放下来的时候，这里呢外侧的这个圆形可以覆盖住这里，其实不用管。在吹干之后，这里呢因为没有做任何修饰，它是比较厚实的。那干发之后，这个刘海一定会是弯的这样过来的，所以会顺着这个边角往后走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边角处理一下。干发之后，我们把这里呢做均匀的一个量感分配就可以了。再检查一下我们的侧角，侧角的长度我觉得差不多了，不用去刻意去做短。因为柔和的生活类的头发简单就可以了。这边也一样啊，我们从退化点这里开始，后区的头发我们不用去管，我们只做边角这个区域，低角度向前去提拉45度左右，慢慢去把这里画出来。出来一个比较柔和的轮廓，这里千万不要硬，边角也不需要尖，圆的向后就可以了。那这个边角不是说我们剪完之后向后，它就向后了。做造型的时候，它依然可以这样向前。这里都是45度，微微向前就画了。这样就 OK 了。最后一片能带过来的全部做掉。这里呢基本上剪不到什么头发，划不到什么头发，所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量划掉一点点。梳下来啊，一个柔和的小边角。边角它的流向是根据客人夹到的后面夹的多久，然后出现一个弯弧度，并不是说我们向前剪了之后它只会向后跑。自然的静态情况下它是往向后推，但是也很好看。吹干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表面我自然带顺了，那它现在在里面的发质其实都很好，所以剪完之后这里都很自然。但是就是发梢这里呢，它发质比较干燥，所以吹干我把表面带顺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结构都非常自然和柔和。现在我只需要在堆积的这个切口堆积层面这个落点这里把它点柔，还有前面这个刘海点柔，这个头就 OK 了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，用削刀削了个轮廓，然后用剪刀把上面的层次切口检查，交叉检查之后再把边角修完之后，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。好看的这个轮廓来自于它的流向柔不柔和。那我们再去看后面，整个后面都是非常圆的，因为我们是圆形层次来去剪的。好，连接过渡的层次可以让我们的保持的周期会更持久。所以现在我们先从后面这里开始，这里我可以交叉这样一层一层去做点剪，那也可以用梳子搭起来一层一层去做点剪都可以，我们只需要把发尾全部点柔就可以。这里都是比较厚实的，都是比较厚实的。OK， 我们从后颈部这里开始。这里在裁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提拉，也可以不提拉啊。如果是提拉的话，我们这样去提拉起来，一层一层的点剪就可以了。因为本身已经是削刀削到这个层次，其实已经很柔，做一些点剪柔和就可以了。同时呢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根部的地方去做，这要根据头发的多和少来决定。
比如说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根部这里厚了，我们可以在根部剪一下，整个都是连接的层次，所以它会重叠的比较密集。没有问题，我们继续往上。越到上面，我们的切口就会越整齐，因为是剪刀剪的。这个面我觉得就很好了。再到我们的侧面，侧面在剪的时候一样，我分纵向去挑。把所有的切口做点睛。画质好，可以用10%的压剪在这个区域。剪柔和的头发不用这么费神，一层一层的点。当我们想表达纯技术的时候，也可以把剪的切口剪得很整齐，一层一层的做小点剪，还原我们的结构。那是在表现一个技术，同时在适当的发量和发质需求情况下，选择撬刀还是削刀，还是我们的点剪，还是压剪，因人而异，每个人都喜欢他自己所用的这个擅长的修饰工具。这里做点剪，一直到刘海这个位置，这里都是比较厚实的。再到前侧，先把大的方向点完之后，你在侧面去看，这时候会柔和很多。那么在这个刘海区域的时候，我们在做的时候还要讲究这个细节，这里要分层，最表面层不动，分层去把所有的发梢去挑揉它，分层，斜的向后，这里是以去量为主，表面是一个非常扎实的结构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多一点点量，是 OK 的，这样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啊。再到我们的边角区域，这个区域的头发本身就已经在湿发的时候剪得差不多了，不需要去做太碎的一个修饰，简单划掉一部分就可以了。划多了之后呢，我们未必能夹住耳朵，因为这里的切口都是削刀做的，所以已经很自然了，均匀就可以了。再到我们的侧面这里，去掉一点点量就好了，选择什么工具都可以啊。再到我们耳朵后面，做服帖的下来，这里的均匀度已经在湿发做好了，所以不需要你在这里多做。我觉得这个时候呢，放下来这里不是特别厚就可以了，划掉这里的一部分，让我们的侧角这里呢一点点过渡过来，我觉得这个侧面就已经完成了。这时候我们在检查我们的后区，这底线够不够精致。这里呢，横向去提拉，做一个检查就可以了。我觉得得到一个非常自然柔和的这个侧面。这一侧，把这里头发梳走，这里都是比较厚实的，我们可以一层一层去选择提拉。把发梢点揉，这已经比较柔了，做一些点查就可以了。越往上，我们的切口会越整齐。
到了 U 字区以上的时候，我们纵向去拉，这里就比较偏整齐了。因为剪刀已经做过点剪的一个处理了，只需要点匀就可以了。画质不好，我们就还原它的切口。那用剪刀能不能剪出来这种柔和度？可以，花费的时间会比较久。在设法剪结构的时候，这样这个侧面这里就柔了。到中间这个区域，中间的落点为最低，一直挑着去剪，柔和就可以了。这比较快速也比较高效。当你剪完之后，这个落点不是中间为最低啊，这能说明我们剪结构的时候不是圆形层次。这个底线，把特别碎的检查一下。这里划服贴就可以了。那后区这样看，其实已经没有问题了，很自然。这一侧的根部，我们再去掉一点点料，因为另外一侧也去了。同时去这里根部呢，其实会收窄这个头型，收得更圆。只去转角线以下的。和耳朵后面这个区域，这样我们在侧面这里呢就 OK 了。先从刘海这里开始，最表面那里外边缘的地方不用动，这里呢一直在挑着就划掉一部分，斜的向后去拉发片，发尾后了我们就剪发梢。不管是选用划剪、敲剪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让这里变均匀就好了。这样看起来比较自然就行。把已经剪好的这个边角，转角线以下的去掉一部分料，划掉这里一部分，一点点弧度，然后这里呢稍微就划掉一点。它本身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之上，不需要做太多的破坏，只需要把这里拉匀就可以了。有些人喜欢用胖胖剪，我觉得都可以啊，梳下来就可以了。放下来的时候不觉得这里很厚或很闷就可以了。这耳朵上面这里可以多划掉一点，因为不需要耳朵完全被盖住。这里同时多划掉点也不会影响这个夹耳朵这里的长度，但前侧这里划多了，它会影响夹耳朵这个长度。这里就 OK 了。最后检查我们刘海落点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薄薄的一层做些挑剪，让我们的刘海看起来更透。同时呢，不要破坏刘海本身发梢的这个形状，带有点弯弧度，薄薄的一层。同时去观察落下来的地方是不是很粗糙，如果是，可以随意划掉，基本上这里就 OK 了。第二